这是韩国超解气的复仇电影，凶手疯狂连杀数十名花季少女，法院却无法判决凶手死刑。然而最终只判决了15年有期徒刑。女孩为了报仇，精心布局了数十年，与杀人狂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。影片开始，杀人犯连续杀害了数十条人命，法院因证据不足无法判决死刑，只判决了15年有期徒刑。现场的人听到判处结果后极为不满，受害者的家属也悲痛到崩溃，强烈要求杀人凶手判处死刑。庭审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而这时法院里出现一个小女孩，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把凶手的样貌记在了心里。女孩从这一刻开始，心里的复仇种子已经深深埋下。女孩的爸爸是一名警察，就在一天晚上，刚下班回家的父亲正准备下车时就被人撞了一下，等他走出没多久时，自己的大动脉突然血流不止，等他回头时，凶手已经坐车逃之夭夭。他最后使了全身的力气爬回家中，只为了看女儿最后一眼，但此时女儿正在睡梦当中，睡梦中的女儿对此浑然不知。第二天同事看望队长时，刚进去时发现了楼梯有血迹，他立马拿出手枪警惕起来。当他走进房间时，眼前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，看见队长已经死在了女孩怀里，女儿还在满怀期待想着给爸爸过生日。他知道爸爸已经离开了他，大英发誓一定要将罪犯绳之以法。转眼过去了15年，阿佐刚好刑满释放，从监狱走出，还没走几步就被突如其来的臭豆腐砸中。谁有胆子敢这么做？正是一直等待他出狱的刑警大英。大英并没有忘记当年的判决，对起队长的死还耿耿于怀。他告诉阿佐，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会一直盯着他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将烟头丢进阿佐的口袋，转身离去。而当年的小希已经变成一个大姑娘，她跟邻居同事相处都非常和谐，也会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，还经常去往警队里帮忙做义工，也在警队中得到大家的照顾。与此同时，也从阴暗中慢慢走了出来。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小希一直都没有忘记当年的仇恨。15年之间，他始终隐藏着一颗复仇之心，他不可容忍杀父仇人一直逍遥法外。这天晚上，他终于有了机会。阿佐叫了一个女人来到酒店消遣，刚服务完阿佐的女人走了出来，而小希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。他想用阿佐的杀人手法杀害跟他有关的人，趁机把杀人的矛头嫁祸给阿佐。女人刚上车后，向司机吐槽了阿佐的玩法真是变态。然而就在司机下车方便时，刚好准备动手，随后突如其来出现了另一个男人，打乱了小希的计划。但这个男人方便时，故意把圣水呲到司机的鞋子上。眼看司机就要发怒，随后男人一挥刀，然后男人再用圣水把刀上的血迹清理干净。女人在车上化妆时，男人偷偷潜入车里，并把女人也活活勒死。而小希看到这一幕后，让他不知所措。他不知道这个神秘的男人到底是谁，还是也有人想把事嫁祸给阿佐。到了第二天，案发现场已经被警察全部包围。看到2位死者的姿势非常奇特，大英发现死者的伤口时，断定就是阿佐的杀人惯用手法。随后就将阿佐带到警局进行质问，但是阿佐说昨晚自己一直在酒店，从未出门。面对警察的质问，阿佐更是表现出一脸嚣张的模样。大英一怒之下把他踹倒在地，由于没有铁证，大英只能放了他。接着阿佐第二天晨跑时，突然发现前面围绕了很多人，他向前走去，看见一名中年男人倒在血泊之中。他发现死者的伤口跟自己的杀人手法完全一致，怀疑是有人故意想嫁祸给自己。其实死者是小希的继父，而小希母亲看到丈夫的离开，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伤心。2天内死亡3个人，并且作案手法跟阿佐完全一致。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，不能将他捉拿归案，这让警方陷入了僵局。原来当天晚上，小希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复仇计划。为了嫁祸给阿佐，小希趁继父喝酒回来的半路时，就在他意识模糊之际，拿砖头将其打晕，最后把他拖进了草丛当中。因为继父常年家暴自己的母亲，这时终于被小希等到了机会，趁黑夜里刀刀致命送走了继父，然后将尸体抛到了阿佐经常跑步的公园里。连续发生的命案都跟自己有关联，他感到非常疑惑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有人一闪而过，紧接着他跟着跑了上去。其实他早就发现有人在监视自己，也许此人就是想嫁祸给自己之人。追到一半后，由于不熟悉森林的地形，结果还是被对方给逃掉。这天晚上，阿佐在宾馆休息时，此时一个神秘男人偷偷潜入阿佐的房间位置，门锁上突然有人轻轻打开，此人正是上次杀害2人的凶手。而阿佐早就发现了有人潜入，早就跑进卫生间躲藏。2人隔着门准备展开激烈的对峙。就在门把手开始扭动时，阿佐看见时机，一刀下去，
接着他扭动着刀柄，即便是疼痛，对方也一声不吭。两人准备决斗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大英过来查房。阿佐用眼神暗示背后有人。当大英一转身时，神秘人已经消失不见。当大英询问那个男人的情况时，而阿佐却一言不发。大英气急败坏，拿起水瓶砸到了他的头上。阿佐还是淡定沉默不语。好在店里的老板及时制止。晚上，小西将所有人的照片贴满了地面和墙面，并且把遇害的16个人的照片找出，对比每一位死者的伤口，接着模拟伤口的位置和手法，很快发现了端倪。16个人的伤口似乎略有不同，一种是封喉，一种是割断动脉而死。得出的结果发现是两人作案，难怪开始在审案时始终证据不足。警局调查15年前的案件卷宗，从中找到了一名叫阿超的可疑人员。对比阿佐的信息后，发现两人其实是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。原来两人以前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从小就喜欢屠杀动物来取乐，长大后变成了连环杀人犯。后来因为阿佐的女友跟阿超搞在一起，最后两人是目成仇。阿佐愤怒之下把女友残忍杀害，阿超为了报仇，偷偷将阿佐的犯罪行为举报给警方。大英想起当年正是这个人举报的阿佐，大英怀疑可能是同伙作案，随后立即下令全部警员实施抓捕。小西在店里购买了狗链，接着购买了一车空酒瓶，也从警方手里拿到了阿超的住址。他为接下来的布局做准备。到了晚上，阿超回到家中发现停电，前脚刚踏入时，发现地面上铺满了玻璃碎片，扭头一看，看到小西静静地坐在里面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小西就将通电的电线扔到了酒瓶碎片里，灯光一闪而过，阿超已经倒地身亡。随后检查他的手指，看见手指有常年杀人的老茧。宾馆里的阿佐刚躺下睡觉，突然发现被子里藏着一个人，掀开一看，让他目瞪口呆，阿超的尸体居然躺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小西拿着刀突然从背后冲了出来，狠狠地刺向阿佐的第3根肋骨上。小西慢慢扭转着刀柄，并没有直接杀死他，他将狗链把他勒晕，想利用法律的途径对他进行惩罚。而这一切都是小西所布的局，把他们常用的狗链将阿超杀死，用阿佐的作案手法嫁祸给他，随后并向警方报警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大英刚赶到后，发现阿佐已经提前逃跑。原来在警方之前，阿佐已经醒来。大英看到床上的血迹还没凝结，应该还没走远，立即下令对大楼进行封锁。但是找了整个大楼都没有发现阿佐的踪迹，而是找到了一处卫生间内，发现了一男一女受伤躺在浴缸当中。他们立刻把2位伤者送往医院。就在大英感到不知所措时，床下突然流出鲜红的血迹。他发现事情不对，直接掀开了床垫，发现一名满身是血的尸体躺在地上。没想到的是，救护车内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阿佐醒来后就听见了警报声，逃进了另一个房间，将男人杀害，用调包的方式逃过一劫。女人看到情形后眼神惊恐万分，阿佐叮嘱她不要声张，趁其不备把一名警员打晕，然后紧接着拿起一把剪刀，将里面的螺丝拆掉，剪刀直接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刀，随后对准了女人的心脏，直接出手一拍。接二连三的命案不断发生，社会上的舆论嘲讽警方的办案无能，警局的高层更是无比恼火。高层直接下令让大英在3天之内赶紧破案。阿佐发现自己已经被全城通缉，而他并没有选择逃跑，他先去了一家网吧躲避，准备查找嫁祸给他的女人到底是谁。随后一处找到了线索，他看到在15年前自己杀害了一名刑警，而刑警队长却有一个女儿。按照年龄来计算，这时候刚好已经20岁。他终于知道女孩是在为自己的父亲报仇。然后这时老板发现了阿佐是通缉犯，老板直接报了警。就在附近办案的大英赶了过来，先让同事在外面等着他。进来后发现座位上已经空无一人，警戒一看发现烟头还没灭掉，知道阿佐肯定还没有离开。走进吸烟区时，被里面的阿佐直接撞倒，并且割伤了大英的手臂。随后2人就在网吧打了起来。紧接着阿佐向外跑去，可外面的同事没有准备好，被阿佐一刀刺向了腹部，并且用安全带把他绑了起来，连忙驾车逃离了现场。当大英跑出来时，已经没有了踪影。然后警方出动大批警力，对各种路口进行停车检查。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阿佐并没有逃离其他地方，是直接开着警车进了警局，非常离谱的成功从警方口中得出小西的住址。当大英刚到这里，阿佐已经离开了，仅剩1名重伤的警员。此时阿佐已经来到了小西的住址。当他按下门铃时，不料小西从楼道的旁边冲了出来，2人都用刀刺向了对方。小西知道跟他硬刚不占上风，一头撞向阿佐逃离此处。随后小西拼命往山上逃跑，阿佐也紧追不舍。但这些都是小西设计好的一切陷阱。大英这边也得知他去找了小西，立刻开车赶往小西家，而2人已经跑到了后山。2人扭打时刻，小西赶紧拨打了电话给大英，向他报告了所在
在位置，而他跑到了山顶空地处停了下来。这时小西悠闲地荡起了秋千，气喘吁吁的阿佐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可秋千荡得越来越高，但他不知道已经掉入了小西的陷阱。小西突然把围巾扔给了阿佐，叫他把围巾交给大英。他从远处看见警车已经来到，然后将拴好的链子挂在了脖子上，然后用力一蹬，双手松开，整个人直接抛在了半空中。随着身体迅速坠落时，铁链直接绷紧，两条腿直接碰到了坐板上面。小西最后牺牲了自己，死在了秋千上。此时大英赶到了山顶，阿佐也被警方直接逮捕。小西用自己的生命把罪犯再次送到了法庭上。这次的法庭判决证据确凿，法官宣判阿佐杀人的罪名成立，最终他被判处死刑。15年未得到的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。法庭宣判后，大英去往小西的住所，看到了房间贴满了无数张照片，他终于明白，小西这15年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复仇计划。